本期时机，我们来看一看希诺宁减抗增伤的能力和做主 C 的表现。先看辅助能力这一块，9级的元素战绩减抗是33%，10级呢36%，持续时间是15秒。配合纳塔的新圣衣物，希诺宁就可以为队伍中的输出角色提供至少15秒33%到36%的减抗和40%的增伤，弥补了风套不能覆盖长轴输出角色的一个缺陷。比如说仆人的蒸发队伍，如果用万叶来辅助，一般会仆人 E、叶兰 EQ 消火挂水，班尼特开大，怪物头上残留水元素，万叶燃火扩水，接战绩实现双扩散。操作流程比较固定，且容错率比较小。换成希诺宁之后，仆人 E 切希诺宁进入夜魂状态，平 A 2下激活采样器，就触发了火水炎3元素的减抗，持续15秒。同时触发了结晶反应，给火焰2个元素增伤40%，持续15秒。那像这种只要释放战技 A 2下就能减抗的方式，成本低且高效，而且和钟离一样是一个光环效果，靠近原模就减抗。对于长轴输出的角色和打反应的主 C 来说是利好。而希诺宁如果想要做输出角色，那队伍中就需要有3个炎元素，圣衣物呢就需要换成黑曜秘典。这里我用希诺宁加五郎加云锦加叶兰来展示一下0+1专武希诺宁 23.5 个词条的伤害水平。可以看见这个队伍的总伤害呢，大概在88分左右的样子。那我个人觉得，在输出这个赛道上，主 C 众多，竞争压力呢比较大，而且在养成成本上比较高，因为还需要升级普攻嘛。伤害表现呢和基尼奇差的不太多，在队伍的选择上，还是少一个纳塔的后台副 C 来提高整个队伍的伤害上限。但作为减抗增伤的辅助，优势就很大了。一方面，在这个赛道上，竞争对手只有万叶，能够解放万叶，就和当初叶兰解放了行丘一样。另一方面呢，养成成本很低，减抗只需要升级元素战技，增伤呢只要凑一套圣衣物就可以了，就非常适合摆烂了。那以上就是灵命希诺宁在战斗方面的体验反馈。在跑图方面呢，希诺宁和马拉妮会比较像，冲刺的话速度会比较快，但持续时间短；不冲刺呢，速度相对会慢一点，但持续时间会更长一些。好的，那么这期实际的体验呢就到这里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